Hello， 大家好，我是文杰，欢迎回到我的 EasyKiss 2系列视频课程。在上一节课程中，我们了解了在节奏界面中利用多条件筛选、关键字搜索以及深入模板库等方式来对节奏模板进行搜索的功能。在节奏界面中还有另一种搜索方式，称作打点查找。点击这个按钮，EasyKiss 2会立即切换到一个单独的打点查找界面，并且自动开始录音。我们可以听到节拍器的声音。我们先点击这个播放与录制按钮，暂时停止。打点查找功能可以让 EasyKiss 2根据我们输入的音符或节奏，在内部数据库中搜索相匹配的节奏模板。它具有两种音符输入方式，我们可以通过单击界面顶部的按钮来进行切换。第一种是点击节奏，选择这种方式后，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下方的这个窗口中，通过敲击鼠标左键的方式来输入一个节奏律动。EasyKiss 2会根据我们敲击的节奏来自动搜索相匹配的节奏模板。第二种方式是录制 MIDI。选择这种方式后，我们可以通过鼠标单击主键盘的方式来录入 MIDI 音符，也可以使用外部 MIDI 键盘来录入 MIDI 音符。EasyKiss 2将根据我们录入的音符旋律来自动搜索相匹配的节奏模板。在开始使用这个功能之前，还有一些基础参数需要进行设定。首先，在界面底部，我们可以设定要录入的内容长度是1个小节还是2个小节，还可以设定分辨率，也就是指定我们可以录入的最小音符时值，默认是16分音符，您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其他时值。另外，还可以设置录入时的速度，默认此速度是与当前 EasyKiss 2的内部速度一样的。如果您要录入的音符较为复杂，可以将速度调低一些。例如，我们单击播放与录制按钮，开始录音，这时可以听到节拍器的声音，然后来将录制速度调低一些。单击速度旋钮可以看到默认的速度是 100%， 向下拖拽就可以降低速度百分比。这可以让我们在录制的时候更容易地将音符节拍演奏准确。按住电脑键盘上的 Ctrl 键，再单击速度旋钮，可以将其恢复到默认值。好，我们先停止录制。在这些参数设置的下方是一个小的录制窗口，在这里可以看到节拍线以及一个回放指针，我们录制的内容也将会显示在这里。如果要重新录制，可以单击这里的清除按钮，将已录制的内容删除掉，然后再重新录制。在录制完成后，可以通过下面的两种方式来搜索节奏模板。一种是直接在 EasyKiss 2的整体数据库中进行搜索，另一种是在当前节奏界面中的筛选条件搜索结果列表中进行搜索。我们先暂时关闭这个界面，可以单击这里的取消按钮来关闭，也可以单击界面右上方的关闭按钮来关闭此界面。我现在还没有指定任何筛选条件，假设我指定了某个或多个筛选条件，那么如果是在筛选条件搜索结果中进行匹配，也就意味着限定了 EasyKiss 2在查找匹配模板时的范围。因此，除非您很明确需要在哪些模板中进行匹配，否则通常都应该使用第一种搜索方式，或将所有的筛选条件都清除掉，然后再使用打点查找功能。好，我们重新进入打点查找的功能界面。我先暂停播放与录制。接下来我演示一下这个功能的实际操作。我们先从点击节奏的方式开始。我这里准备了一小段鼓循环，只是为了给您演示一下。
假设我们现在需要找的是与这个鼓节奏相匹配的节奏模板，我们有2种方法可以输入节奏音符。一种是通过使用鼠标左键敲击中间这个窗口来输入节奏音符，另一种是在底部的音符窗口中直接输入。我们先来看第一种，单击播放与录制按钮开始录音，等待这2个小节走完，开始敲击。然后单击搜索按钮开始搜索，这时 EasyKeys 2会返回到节奏界面并进行搜索。在搜索结果列表中，此时会多出一个名称为匹配的列，这里的百分数代表这里的模板与我们刚才输入的节奏相匹配的程度。我们也可以单击列表头来按匹配程度进行排序，让匹配程度最高的显示在最上面。我们来听一下这些模板。找到适合的模板后，可以将其拖放到歌曲轨道中，然后和宿主软件一起播放，来听听效果。好，我们先清除所有的筛选条件，再次进入打点查找界面中。这次我们来直接输入节奏音符。根据我们的设定，音符窗口中显示的是2个小节，其中每个小格是一个16分音符。我们可以通过直接在这些格子里单击鼠标左键的方式来添加节奏音符。输入完成后，单击搜索按钮进行搜索。我们可以对搜索结果的匹配程度进行排序，然后来听听这些模板。找到合适的模板后，可将其拖放到歌曲轨道中，和宿主软件中的音轨一起播放。我觉得这种方式可以很好的给我们一些创作灵感，让律动一下子变得丰富起来。如果想要在这个基础之上继续添加相关的模板，我们可以在选定的模板上单击鼠标右键，选择显示相似节奏命令，或者是选择显示所在文件夹命令，就会看到这个模板是属于哪个文件夹的，也便于我们找到这个系列中风格最为接近的其他模板，例如主歌、前副歌、副歌、桥段等等。另外，也可以在选中的模板右键菜单中选择使用打点查找来搜索，这会显示出与此模板律动相匹配的其他模板。好，我们先清除所有的筛选条件，删除已添加的模板片段，然后再次回到打点查找功能界面，先暂时停止录制。在我们直接输入音符的时候，如果发现某个音符的节拍位置不正确，
可以通过单击此音符的方式将其删除，还可以通过单击并拖拽的方式来添加长音符。拖拽音符的左右两端也可以修改音符的长度。我们来看看这样会搜出什么模板。可以听到搜出来的模板中也会包含延长音的演奏。好，我们先清除所有的筛选条件，回到打点查找界面中。接下来看看录制 MIDI 的输入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我们可以通过鼠标单击主键盘上的琴键来录制 MIDI 音符，也可以通过外部 MIDI 键盘来录制 MIDI 音符。EZKiss 2不仅仅会录制音符的节奏，还会录制音符的旋律音高，并根据旋律进行搜索。让我们来试一试。单击播放与录制按钮开始录制，演奏一些音符。现在来看看会搜到什么，这样就能找到与我们所输入的旋律最为贴近的模板了。我们也可以将合适的模板拖放到歌曲轨道中，来和宿主软件中的音轨一起播放。这可以作为歌曲的开头，是个很不错的想法。当然，你也可以将此功能用于编曲的任何段落，来快速激发创作灵感，或者是快速完成一首简单的音乐。最后，我们再来聊一下关于节拍器的设置。单击设置菜单，选择节拍器，这里包含了有关节拍器的相关设置。我们可以对节拍器的声音进行试听，还可以选择节拍器声音的时值，默认是4分音符。如果您需要的话，也可以选择其他的时值，例如8分音符或8分音符3连音之类的。另外还可以设置手拍声音和其他节拍的声音，例如将手拍选择成 Click 5强拍，将其他拍选成 Click 9弱拍，然后可以再来听一下效果。还可以调整手拍与其他节拍的音量。好，关于节拍器的设置就说到这里。下节课程中，我们来聊一聊有关歌曲轨道的基础操作。如果您喜欢我的频道，请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每一期的内容更新了。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个视频再见。